其实我对00后的看法全部都来自于这种网络上。我不爽啊！好啦，我以为我当时候一家公司能继续一直赚钱，我一出来过呢，这家公司就开始走入下坡，开始跌。就是年轻人打工，他们的薪水都会有个 cap 在。你就有用那个 CEO 做的那个例子嘛，就是一个月有1 million，很多就 comment 讲，哇，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个 CEO？这个世界永远遵循一个东西叫82法则。就是永远在顶端的，就是那个卓越的20%。为什么他们是20%？有人想过吗？来了，上车喽！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nance 堂，我是 Finance 堂的 George， 我是 Finance 堂 Chloe。可以，刚才是什么？不是你刚刚在逼我做什么东西？你刚刚在刷这个 reels 哦？没有，你在逼我做什么东西？我的脸放那里。上车喽！来喽， Okay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 Finance 堂，我们到底想要聊什么样的课题呢？聊聊年轻人最近都很爱说的话。又要聊年轻人啊！我每次聊年轻人，我就给他骂我Chloe，你确定还要叫我聊年轻人吗？叫我们来聊老年人。好，我们就聊年轻人。我就是喜欢给人家骂。继续。OK， 来聊聊年轻人的职业规划吧。我们说哦，这个我很想聊，这个我很想聊。这个你也在 community event 有说过嘛？对，我记得在我们的第一场 community event 11月8号的时候，就有我们的来到了粉丝不是粉丝。我的明星了，来到了观众就有跟我们讲到，问我们能不能聊关于职场规划。是的。然后我记得在11月22号那一场，其实也是有人敲碗，想要听这个职业规划的部分。是。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特地聊一聊这件事情嘛。我希望大家不要骂我喽，来喽，上车喽！好了，好，那要怎么聊？你告诉我吧。可能你先从，因为你也是比较年轻人嘛，可能我也是稍微偏中年一点点的部分斜过去了啦，呀。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会不会太冲动？冲动 as in 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聊的是职场规划嘛。跳槽，可能我们先讲跳槽很快，我不爽我就不要做。哦，这其实是哇，这个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感同身受啦。我稍微有一点小暴露给大家一点哦，在我成立 Finance 堂这个团队之前，我没有跟00后共事过，OK， 从来没有。我是00还是90？是，然后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团队里面目前超过一半是00后。OK， 超过一半是00后，所以我从来没有跟00后共事过，也是在今年我们成立反正就6月过后，我才有机会真正跟00后共事。在我正式跟00后共事之前，其实我对00后的看法全部都来自于这种网络上。我不爽啊，吵我啦，我不要做。对，就是在小红书跟 Facebook， 你就看到很多 comment 就都对00后是很负面的，就讲说00后就是今天约了 interview。不来，跟老板讲了，老板我今天不来了，或者 interview 成功了，跟老板我觉得你公司太远了，我明天不想来上班了，我就不来做，就会看到很多这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就偏向于比较很难被控制，所以我对00后在职场上面的看法，其实坦白说，认识你们之前是很负面的。其实不要讲我们自己00后刷小红书啊，也会看到很多就讲又遇到00后员工，现在的00后都这样的嘛，就是可能来讲话很不礼貌啊，爽爽就不要来做工，也没有交代，爽爽又 MC 样子。对，所以坦白说啦，直到我成立了反正这个团队，其实我就有2个弟弟是00后啦，然后其实我对他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我觉得都很 OK， 非常积极向上的，只是就看太多那种负面的东西了。直到正式跟大家共事过，我发现了，这些00后蛮不错的，包括大家你看到 Chloe 非常积极，非常努力，然后我们团队整个成功也超过一半是归功于他，所以跟他跟他团队，对他跟他整个团队，就是大家你们可以看得到幕前跟幕后，我们整个制作团队都非常厉害，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制作团队是 production team 都是00后，所以在这个程度之下，我就觉得00后其实蛮不错嘛，而且非常不错，不是蛮不错。除了打消我对00后负面的看法之余，其实还让我对00后改观。我觉得原来00后也蛮厉害的。所以你问我对00后有没有觉得太冲动？以往我觉得会吧，现在的我觉得还行，但是可能某些东西，我觉得00后还是有进步空间的。那你觉得一直频繁的跳槽这个东西，你怎样看待？坦白说，我也是经常有跟大家说，你的职业规划，你要让你的收入提升的话，你必须对你的职业有一定的安排，就讲说，可能你每2-3年，
如果说你的公司给不到你要的成长空间了，那么你可能可以选择去提升自己。我不会用跳槽这个词语，我会用更多是你要如何去在你的职业上面获得更高的提升，就是你一定要进步的。For example， 可能你在这家公司做了3年，你去到了 Senior Management 的 level，Senior Manager level 过后呢，可能第4年你发现到，Senior Manager 你在这间小公司可能已经是最大的 level 了，你要再突破很难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选择升级自己去一个大公司企业，可能还是一样是 Senior Manager， 或者去那边做更高级，就是做 General Manager level 等等的东西，但是你是以可以有更大空间去成长的角度去进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那这个蛮好的 ，right？ 在这样的角度之下，我觉得是不错。但是如果你说是频繁的跳槽，就我今天做这工3个月、5个月，我不开心了，我跳去另外一家做了3个月、5个月，我不开心，我再跳去。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跳槽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以及我觉得作为职场里面的一个小前辈，跟作为老板来讲，我其实是很不鼓励年轻人这么做。假设像年轻人的情况啊，如果给你每个月有4000块，就是 fresh grad 来讲，每个月有4000，可是你做得很不开心，你会要裸辞吗？哇，你这句话有几个重点，我需要先 clarify 哈。月薪4000的话，但是做得很不开心，是因为在这个公司不开心，还是你对这专业本身就不开心？有分到那么仔细哦？它其实真的就要分到这么仔细。好，那你就来 explanation 一下吧。OK， 我来差不多解释吧，因为2个不同的答案会引发我后面对于裸辞这一块东西有不一样的一些见解，去给到年轻人。首先第一点，月薪我觉得4000是蛮不错啦，给一个年轻人讲 fresh grad 也是蛮不错。我当初 fresh grad 出来才是有3000块，所以我觉得蛮不错。但是你不开心是因为专业不对口。那么我觉得你最重要是如何去找到你的这一个你想要做的东西，这个比较重要。OK， 先找到，再去探索下一步要做什么。OK， 这个是如果说专业不对口，或者说你对这个专业本身不感兴趣。那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专业是感兴趣的，这个行业也是你想要长远发展的，但是你不开心，那做法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在这个专业里面你很想发展，但是不开心是因为公司的角度的话，你要问自己2个问题：一，这个公司还有没有地方我可以去学习，以便我日后可以升职，在其他地方去升级。第2个问题就是，如果有的话，这个不开心我能不能咬一咬牙忍过去？我必须坦诚，不是每个人的职场遇到的老板都是像我过往这么 lucky， 都是遇到好老板。我过往3年在企业的经验，老板都很好，对我都很好，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包括你自己也觉得你之前的工作一些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些老板 right？ 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概念，所以当你觉得说你真的是很想要在这个行业继续升级，你觉得你还可以咬一咬牙忍到1个2年的时间，我会建议你别裸辞，先做下去，因为你能学习到东西啊，最重要。你只是我的跳板，可是他又能给到你一个你蛮舒服的薪资的时候，你还是有成长机会的话，我觉得 why not 留下来？这样你觉得我们应该要追逐梦想，还是应该要先活下来，还是一边追逐一边活下来？有些人为了追逐梦想，他可以决定我要裸辞，我就要去追求梦想。是，有些人觉得说，哇，我有梦想，但是我生活不下来，我先别裸辞，我先去工作，累积经验，赚多一点钱，我才去追求我梦想。所以就有很多人选择去纽西兰工作，去 Australia 工作，去新加坡工作，为了赚那一笔钱回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年轻人啊，你应该怎么做？我的角度是应该先活下来的同时铺路你的梦想。哎呦，很有深度这一句话。是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过来人，我跟大家分享过无数次，我对于理念，我对于我自己梦想的追求，但是我也是一个裸辞出来的人。可是我裸辞的时候，是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跟我有这个底气能去做这个裸辞？我曾经在我裸辞出来的第1年1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小红书那个时候还蛮爆的，现在应该没有被拼在上面了，但是当时我记得我拼在上面了。我分享了我裸辞过后1年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我会有那个勇气出来？是因为第一，我在我裸辞之前的3年，其实我已经慢慢铺路我的梦想，所以我的这家公司，大家看到的是 Finance 郎嘛，对不对？我这家公司叫 eCameron 嘛，这家公司在2019年，我大学毕业过后，我们就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我们当时候做 financial blogger，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做 value investing 等等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铺排着我的梦想。但是你问我，大学一毕业出来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能做这件事情吗？其实我不能，所以我只能 part time 的去做，而且是很幕后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先铺排我的梦想，让我自己先活下来。那么3年过后，为什么我有那个底气去裸辞出来追求这个梦想跟理念呢？第一个点是因为这家公司在那3年的时间成长了一段，
我不能讲很多，成功在那个时候经历过 MCO 过后，我们还是赚钱的一家公司，然后市场上面也小有名气啦。当时我们在脸书，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粉丝量也去到差不多3万多左右，是整个我们讲投资市场里面大家都开始可以看到的一个我们讲 blogger 这样子的身份。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让我有这个底气可以出来了。第二个角度是因为我在这3年，我不是什么都不做，我让自己累积了非常多子弹，让自己累积了非常多现金投资组合，然后我知道说今天我裸辞出来，我至少接下来3年都不会饿死，所以这就让我有足了底气，跟我前面有铺路，让我有足了勇气，我才可以选择在我24、25岁的时候裸辞吧。所以你是不会 suggestion 来，就算只有3个月或者6个月的 emergency fund 就辞职？绝对不鼓励，因为你裸辞出来创业的时候风险非常大。我就给大家一个更现实的例子，也是你们很多人没有听过我真实的案例就好。我说我有那个勇气嘛，跟有那个底气出来嘛。那个勇气当时候出来过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我当时候Cameron 这家公司能继续一直赚钱。我一出来过呢，我做的第一个改革，我讲我们不教股票了，我们教人家怎么样做理财规划。这家公司就开始走入下坡，开始亏钱。所以你想想看啊，如果我当时候没有给自己有足够的储备金去经历这个寒冬的话啦，我很可能在第1年我就回归职场，我就回去当白领，当上班族啊。可是就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底气，我的存的资金够多，我在公司连续亏了2年，Cameron 是亏到差不多要倒闭了。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找方法，我坚信我的方向没错，因为我是一个很追梦想、很追理念的人。呀，我就是知道你是理念的人，所以我知道自己又还能活得下去的时候，我会义无反顾的就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给到大家，因为你真的是很烧钱。我几乎快把我的储蓄给烧光了啊！虽然不会到负债啦，是还是有钱的，只不过烧着自己的储蓄咯，就是那个收入进来不会比你个人开销大，你就会很焦虑这样去做嘛。所以如果讲你只有3个月储备金、6个月储备金，我觉得你真的很难去裸辞出来。希望你这个事业真的能成功，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以为它能成功，市场一改变，行业一改变。我出来做了不久，我的Cameron page 被人家举报 scam， 这个收入渠道让大家认识到Cameron 这地方被 Facebook 给 block 掉，就是因为我们去讲人家 scam， 我们揭露更多的 scam 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就被 ban 了。如果我知道这是一切啦，我当时就不出来了。所以就是很多我们说不能被发现到的，我们的意外吧，意外会发生。所以你问我的话，如果你没有准备个2年3年的储备金，真的别那么轻易冲动出来裸辞。这样我们讲 instead of 创业，可能我们就讲自己出来做自由职业者呢？你讲定义先吧，可能。就最近就好像我也是有跟你细聊过嘛，你觉得创业还是要有一个公司在，它有一个 culture、一个理念、一个方向在。把自由职业者就是可能来 freelancer editor、freelancer videographer 这种，这种我们都默认为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就来跟着你的这个 definition 去。你讲到这个点，其实我可以再多加补充嘛。OK。为什么我认为你出来做自由业跟你出来创业是2个不一样的东西？第一是自由业者，其实你只是换个身份，你在做这个东西是一样的，你只是没有了老板，你就自己去接咯，客户直接变成你老板。所以这个给一个大家很简单的 example， 就是可能以前 farmer 要经过批发商才能去到消费者手上，现在有很多 farm to table，farmer 直接去到 restaurant 直接吃的概念。所以自由业者其实变相来说就好像这个 restaurant， 他直接找到这个 farmer，instead of 他找批发方拿货。OK， 他就没有了中间那个批发方跟他压价啊，跟他什么 pattern 做这样子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业。那自由业也不好做，可是为什么我们讲自由业跟创业又不一样？很多人每天打着创业，很多人讲出来创业做保险业务员，出来创业做 property agent 之类的啊。我觉得那不叫创业，你明白吗？大概你只是出来做销售。可是如果他们自己带有一个 team 呢？创业带 team。OK 这个是很好的 example 啊。来，如果他今年一出来做，他的理念就是要自己创造出一个团队，自己的 concept， 自己的 culture， 然后他自己会去定义说 ，OK， 我的这个团队，他就会用企业的角度去 run 这个东西。OK， 这个我可以归类为创业，因为他有在改革东西，他有在把它企业化，在做事情。OK，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 as 一个 trade 你自己的 service 的人，你出来你做 sales 也 trade service 不了吗？你 trade 你自己的 sales 之间换 sales 吗？这种它不叫创业，因为你到底创的是什么？到最后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只有钱是属于你的，产品不属于你，公司不属于你， customer 也不一定属于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
你问我怎么叫创业 ，OK， 我再给大家一个 example 啦。我做任何的东西，我都把它当做一个企业去 run。包括我记得最开始我做 podcast 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就是 podcast 怎么做的？还有我也想要做 podcast， 我讲你把 podcast 当成什么来看先？他叫我把 podcast 当成一个我想要去传达我理念的什么东西。我讲podcast 没有这样简单的，你要把 podcast 当成一个生意来看。哈 ，podcast 要当成生意、当成企业来看，怎样哦？我们要靠它赚钱哦。我讲你不要做 podcast， 我很果断的，你要请我的 production team 不用钱的。买器材，你要请专业人士，你要请 editor， 你要请制作人等等的东西，很烧钱的。那么这个东西你做下去了，你讲我为了兴趣罢了的，除非你很有钱啊，但没有关系，你做。那如果你要做这个东西，认认真真想要把它做长远，你必须把它当成生意来看待。所以你丢了这笔钱下去，多久你能赚回那笔钱？什么方式去赚这笔钱？这个赚钱的方式跟你的做 podcast 理念又有没有一致？所以这些东西它必须都要 align 的哦。所以当全部东西 align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 podcast 可以越做越好。当这些不 align 的时候，你有2个问题吧？你的 podcast 做到变质、变其他东西。第二，你做不下去，因为你没有收入来源支撑，你 podcast 做不长远。所以你看市场上很多人都想要做，但都做不长远。所以我看待企业是这样子。创业跟自由业者，当你做自由业的时候，你是 direct to customer 嘛 ，direct to supplier 嘛，这样子，你可以更加快速的掌握到这个行业内的资讯。可是你也不容易做啊，像讲你要去 target 一些 customer， 你自己也不一定可以谈得到，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自由业你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公司的名字去 support 我，所以你不一定可以接到那些大机构的顾客，而且你就可能只可以接一些散户啊，然后你的接到的单也不一定是那种很大的资金，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由业者卡在的一个点，所以他就更加容易 train 到那个自由业者去 pick up 更多的 skill set 上来。OK， 所以我们每天讲企业 right， 我每天看3样东西的 skill set、mindset 跟 tool set。第一，你要做企业家，你要 run 一个成功的企业，或者你想要 run 一个自己的企业，你一定有那个 mindset 讲说 ，OK， 我是以企业家的 mindset，我不是打工族的 mindset， 我不是自由业者的 mindset，你要有这个 mindset 下来先 ，OK， 这个叫 mindset， 思维上面的改变。第二就是你的 skill set， 你有什么样的技能，或者你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来去达到这个东西。今天要做一个企业家，跟做一个自由业者，跟做一个打工族，你所要拥有的 skill set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今天他要出来创业，先做自由业者了，他需要掌握什么 skill set 是打工族不需要必备的？谈判技巧吧，我觉得。OK， 谈判技巧还有吗？资金上的问题吗？资金也不算 skill set 哇，可是如何去看到赚钱的机会、商机，这个也是个 skill set 之一。好，这样我们再看企业家跟自由业者中间又有哪些 skill set 是自由业者没有，但是企业家有的 ？Vision， 我觉得是 vision， 这个是一个我们讲所谓的大局观，是一个企业家他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可以布局得到。这个东西往往是很多自由业者缺乏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有，他其实很难只待在自由业者，他一定会变企业家，他一定会变企业家，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有那24小时，所以他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去做到。所以你看到吗？这就是不同的位置，你需要的 skill set 就不一样了。那再来就是 tool set。tool set 是你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嘛？那工具嘛，是吧？所以今天 let's say 我要做自由业者，我需要有什么样的工具？我做企业，我也要有什么样的工具，让我的企业可以 run 到更 smooth？跟我今天是打工，我需要什么样的 tool set？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所以基本上你要从 one to shift to another。你其实就是这3样东西要不断的再去改进，再改进，去增加咯。上一期就有讲到嘛，就是年轻人打工，也不是年轻人，就是上班族，他们的薪水都会有个 cap 在。你就有用那个 CEO 做的那个例子嘛，就是1个月有1 million，然后很多就 comment 讲，哇，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个 CEO？ 到底谁可以做 CEO？1 million CEO 有多少个这样子？但对于这些看法，你有什么想要输出的？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这个世界永远遵循一个东西叫82法则嘛，就是永远在顶端的就是那个卓越的20%。为什么他们是20%？有人想过吗？因为他们有那个能力。但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个能力？他们出生在很好的家庭？不一定。还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样子的 mindset、skill set、tool set， 所以让他成为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可能往往我们看到 ，yes， 我 no doubt， 大家我们马来西亚还不是一个高等收入国家，所以马来西亚 no doubt 你会看到的还是很多大家所提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注意看那些 comment， 我记得我给过一个例子的 editor 去到 producer，去到等等的东西 ，right， 去到 director， 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有人支撑着我的说法，就是确实是可以去到这个角度的，对吗？所以我讲的东西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它真的有人做得到。可是他要想一个，为什么不是你？然后要想怎么可以让自己去做得到。对，而不是想说，哎呀，你讲罢了啦，这些人能做到，你嘛也想一下咯，为什么这些人能做到，为什么这些人你做不到？你能找出为什么他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他。好，这样我们现在就回归正题嘛，我们就说到年轻人他想要裸辞或者想要辞职，一定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他不喜欢。像我们应该要怎样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呢？一个福利先丢给大家，OK， 一个福利先丢给大家。哇，改了，拍了这么多期，是我今天拍了太多期了，幸好有 Spark Coffee 哦，让我精神还满满的。现在真的，还有精神的话，我们去跑步。跑步啊 ？OK 了，反正做一整天，走吧。走。Josh， 来，做什么？我们来 Spark Coffee 啊？啊，你不懂咩？我们运动想补充一下蛋白质吗？蛋白质，这个啊，那 Spark Coffee 新推出的这个 series。哎，运动完也要喝的？当然要啦，运动完前后都要补充蛋白质吗？哇，确实。来啦。哇，走吧，回家。走了。但是健啊，这个 Spark Coffee，是哦，又补充精神，又有蛋白质。对呀，做工可以喝，运动又可以喝。是啊，哇。回家介绍朋友买。是，买多一点回家。在2-3年前吧，我录制过一个叫人生使命工作坊，但我最终并没有把它公开出来。这个是一个我的公益工作坊来的。OK， 它是一个我录制应该20多分钟，20到30分钟吧，然后我把它切成几个小片段的。这个我记得我分享过给你看。对，那个。但是是一个 private link 来的，private playlist 来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公开给人家。只有我会有我的私底下的学生，我会跟他们分享过，所以看的人不多。如果大家真的有敲碗想要，我考虑把它整个 playlist 转移来 Finance 上，开一个 playlist 送给大家，自己看。OK， 你们自己争取一下。你们争取一下吧。OK， 这个东西是讲什么呢？其实当时我记得我讲了人生使命工作坊里面，我讲了4个东西，怎么样去找出既能让我们喜欢，又能让我们赚钱的这个工具。所以其实我用的东西叫做 SIMO，其实它很类似于这个 Simon Sinek 的一个Golden Circle， 就是黄金圈的理论，就这个 Find Your Why， 就我们要先从为什么开始，才到 What， 才到 How 这样子的概念，也跟日本的一个叫做 Ikigai 的这个 Ikigai 活法的一个概念蛮相似的。就是简单来说，你要找到的是什么东西是你的技能，你的兴趣，你能 monetize 的技能跟市场的趋势，你要在这4个圈里面找出那一个点。第一个叫做 skill， 你拥有什么技能？我们用你来做一个 example 吧。edit 还有什么？我们能尽量说几多就写出来。讲 content editing creativity idea creativity OK 还有什么？打扫房间这也是4个技能。你很厉害化妆这也是个技能，所以大家要往这一方面去思考。各种各样技能，你觉得你拥有的技能，怎样定义到你拥有的技能啊？你觉得你做起来顺手，你今天做起来比同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还不错的都 OK。editing idea 你要先把它写下来，因为记得我们要4个圈里面找出共同体，写下来咯。let's say 你可以 list 那几个啦。爱运动OK， 你要收拾东西，爱运动，还给我多一个吧，很喜欢吃。OK， 很喜欢吃。OK， 好，5个啊。第2个我们叫做 I 是 set for interest。OK， 你有什么样的 hobby？ 爬山、打球、跳舞，还有吗？兴趣就是做这个东西会让你忘记时间的。看戏。OK， 看戏。刷小红书。OK， 刷小红书 for 什么 ？Content。OK，content。OK， 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兴趣？我喜欢煮饭。喜欢煮饭。OK， 兴趣哈。OK， 兴趣。OK， 好，那就是第2个点。OK，so 第3个东西叫 monetizable skill，就是你有哪一些技能是可以被商业化的。OK，example editing， 这是人家会愿意花钱给你的技能。是。所以你看啊，这边我已经开始慢慢缩小你的东西了 ，right？editing、idea planning，这些是你的可以被商业化技能了。那第4个 O 是 opportunity，市场上面有什么趋势，有什么机会是现在流行的，可能现在流行 social media、IP building， 现在流行 AI 这些东西，所以你把你这4个圆圈你放起来，你会发现，
中间有一个点是有3个或者有4个都 hit 到了，那这个就是既符合你的兴趣，又符合你的技能，又能让你赚到钱，又符合趋势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考虑前进的东西。会不会有人是4个就是没有 hit 到了？有，这是肯定会有的。这样这种情况下怎样去解决？ develop 哦 develop。 如果他有4个东西都没有 hit 到，就代表说他的那个圈很小，他需要去不断的累积自己的 skill，累积自己的 interest， 累积自己的认知等等的东西都扩大 ，OK，他就会有这个东西。那因为如果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样多，你自己还不愿意把那个圈扩大啦，但你不能讲我们不帮你嘛，你明白吗 ？OK， 明白。是啊，你自己得去扩大你的那个圈啊。所以你4个圈都找到了的时候，你找到那个东西，那就是你会做到更开心。第二，你会做到更有意义，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你要追求前进的东西。所以有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做得到。Got it。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工作坊里面，叫做人生使命工作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个时候的我很稚嫩所以那个 video 我其实不大想给大家看的。我看了，是非常年轻有为的那个乔治老师。你看完了？我看了一个。看了一个你觉得有帮助吗？挺好的。它不长，所以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如果你们真的敲完药的话，我考虑重新录过吧。我觉得 OK 啊，就给大家看看。稚嫩一下，那个时候应该2-3年前没有问题，你们想看的吧？我知道。有超过100个 comment， 我考虑放给大家。100个 comment 讲要看的。100个 comment 在我们的这一期的 finance 这应该不难有超过1000个 like 我开给大家。OK，1000个 like 的话就上了。1000个 like OK， 如果这期视频有1000个 like， 我开给大家。OK， 好。而且我不重新录制过，我就用我最稚嫩的那个时候的样子给大家。OK， 好。OK， 乔治老师，那么我们应该要选高薪，但是我不喜欢，还是要选低薪，但是有成长空间的？高薪但是不喜欢，对你未来成长有帮助没有钱？没有帮助，那可能我已经做到 CEO level 了，我不喜欢做 CEO， 可是我1 million。OK， 哇，我跟你讲，到这个时候还有烦恼的话，请来找我。我很喜欢有钱人，真的，请来找我。想想看当你需要 CEO level， 你能赚1个 million 每个月，OK？ 但是我不喜欢。你不喜欢？还有那1个 million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呀，对吧？对。这里还有这个问题吧？应该没有了吧？是吧？ OK。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是低薪，但是有成长空间的，我会建议你不要永远只待在一个地方。OK， 除非你的老板，OK， 我记得这个问题有人在我们的那一期 comment 有人写，你讲到这样厉害，身为老板，你希望你的员工培养过后2-3年过后就走吗？对，我记得有人 comment 这个东西嘛。好来，我正式回答这个网友的这个观众的问题，答案是我还是会去培养。OK， 我的角度很简单，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老板你培养员工是你的责任，是你的员工会不会留下来跟你？不在于我的选择，在于我的员工的选择。是，但是作为老板，我可以做一个东西，如果我能提供到给我这个员工一个他能安全成长的地方，他能得到很好他应得的收入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他会走？所以如果我能提供到这些东西，他还选择走，可能就因为专业不对口，或者他觉得说我有追求第2个梦想的时候，我一定放手让他去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同时，今天我培养他，但是我给不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离开也很正常，我提供不到嘛。所以作为一个老板，我们要去思考咯，我培养了他到这么厉害，我能不能提供到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东西一定是双向的啦，那个员工不要要求的太过分啦，所以会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讲，在一个企业里面我很看重的除了是能力之外，第2个我看重的是3观。因为我做企业是很看理念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说，跟着我一起打拼的员工也好，我培养的新人或者我的管理层也好，大家都是拥有相同的理念去成长。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确保，在不管公司以后做到极好，经历低谷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因为这个共同的理念去保持良好关系。我看过有几样我看过有公司一起共患难，但不能共富贵。公司一赚钱，管理层散，因为理念开始不一样我也看过公司很赚钱的时候，大家很凝聚的，可是当公司一不赚钱的时候，理念不合也是散。所以在我的角度，就是一个企业要走很长远，理念得先定在那里。
呀，这是我个人对企业的看法。这是我的团队，你看到不大的，都是小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要找到相同理念又拥有这样子的技能才能的人不多，所以我很珍惜我的团队在这里所以突然间对我们的团队表白，我一直不断的在对我的制作团队表达出我很大的这个爱。那所以我聊了这样多了，I mean 今天这期你其实就想要了解嘛，年轻人应该裸辞创业，还是应该做自由业者，还是就是职业规划这个部分嘛？这样你听了我讲这样多，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职业规划很重要？有，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要懂得，就是跟我们的 goal 有关系嘛，人生的 goal，你一定要set好你的 goal，然后你要去 planning 你的职业规划，再加上我们卡梅要出的那个 EPF， 让我们成为millionaire，也是有一点关系的。这期先出嘛？这一期先出，OK。EPF 在下一期。好。所以就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有了 goal， 要去 planning 我们的 career， 不然的话就比较难达到我们的 goal。是，而且还有一个点吧，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职业规划很重要，是因为这样子可以避免冲动。坦白说，年轻人蛮冲动的，所以才会有你这样的这个答案出来嘛。啦，其实我看过蛮多IG 就是很多哇，00后裸辞创业100天的故事。最近不是那个在 YouTube take 你了，有一个00后讲还要进，他要把企业做到全球世界500强的那个。这个事情我不要给 comment， 我把该写的 comment 已经在那一期的 comment 下面回复了，那些来问我的人，我就不给 comment 了。我就觉得说，第一是，当你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规划过后，你不会冲动。当然，我讲完这句话，很多人就讲了 ，Hello Josh， 你很安个嘞，什么东西都规划。我觉得不一样啊，因为主要是90后，我觉得会比较保守些，他们是有规划的人类。现在的很多00后，也不能讲我们没有规划，可是我们会更比较 fly。OK 你看我不是要讲00后错，其实所谓的规划我可以很保守的规划，我也可以很大胆的规划。你看，像我到现在我做的东西都是在规划，但是你觉得我的这个规划保守还是大胆？保守啊，还很保守吗？我出来创业，我做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这还是会是一个很保守的事情呢？保守在哪里？你觉得？保守在于你做的东西还是很有规划。没有 OK， 你看，我在攻杀小。等下，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不能这样看。OK， 不对，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我可以有规划，但是我在我规划里面怎样把这个东西做到很大。冲动就是可能他连规划都没有规划好，下一步要做什么，后一步是什么，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一步会带来的东西，他就先去做。Never try, never know 吗？你做了这件事情，后面来的东西是你没有预计到的东西，你就开始慌了。OK， 我有 emergency fund，but maybe 没有像你这样子3年，可是我就直接我要辞职啊，我不要做啊，我要自己出来做。你已经有 plan 好你要做什么了吗？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没有规划，那你干嘛要出来？别出来。可是我不出来，我就没有时间去 try 我想要做的东西。可是你都不懂你要做什么东西。我就是要去 try 啊，我才懂我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我才能去做嘛。第一次题我们还有讨论过是吧？这个画面很熟悉，买车买房那一期，我讲到年轻人要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才去做那事情嘛，讲过这句话。不一样，是没有。OK， 你问的问题跟我的回答是一样东西来的。没有 OK， 你讲买车买房那一期嘛，买车买房是因为我要懂我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才去 purchase， 我去买。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聊到旅行嘛，我们想要年轻人怎么都想要去 try 嘛，我们聊这个东西。旅行跟你想要去 try 没有拉郎吧？那个时候我们有聊到，我们年轻人讲年轻人什么都要 try， 没有 try 你问动嘛？你讲过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找回那个 video。这样子 on career 的话也是一样吗？可能是啊，这样你这么没有规划了，你就要去 try 嘞。可能我现在有很多 opportunity OK， 你有很多 opportunity， 跟你没有规划又是完全不同东西了的哦。我问题就是我不懂我对哪个行业有兴趣嘛。OK 我就每个都去 try 轮。那你看OK， 我拿你的 example 我们要结尾了，我们这期太长了。OK， 我们结尾，你看前面讲太多干话。是，你看我们这期是这样子你看你讲你已经准备了一笔，可能没有到3年，可能是1年的储备金，够你过那1年先，对不对？你讲你出来，你想要去尝试很多东西，但是我该问你是有没有规划吗？你讲没有规划，我讲没有规划，那就不要出来嘛。OK， 没有规划的人会有机会来到他面前呗？什么样的 offer 来到你面前，你才 consider 这个 as a 机会？我可以考虑。什么东西来到你面前，你觉得这不是个机会，我不会考虑的。有一个 offer 然后我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对吗？如果我不感兴趣，这个就是我不想要的东西。OK，
你会感兴趣，很大可能就因为这个是你未来想要去的方向，你才会考虑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已经冥冥中你已经有在默默规划。One of it 啊，我可能可以有很多想去 try，就是你也懂我 pattern。对，我想要摆摊，我想要去卖这个，我想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看呢，你想要做的这些东西是你有规划的，就是讲说我有要做这些东西，只是我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我就没有规划。对啊，所以你的规划有到一半到没有到一半哦，然后就规划到一半就卡在那边哦。所以机会进来给到你的时候，你讲 OK 好，我之前那个东西我不要做了。可是下来的时候，你在这个4个去选，对吗？你要想哦，你去选，中间你有12个月的储备金，可能你有1个月时间选，OK，然后你进入了其中一个，进入了有没有3个月？你发现哎呦，这3个月不赚钱，这东西不啱我，你浪费了4个月，再去 try 第2个。第3个、第4个，try 完了，下一步呢？你找到了你觉得要去那个有没有？如果你 try 完了4个，你真正找到了，恭喜你，你的规划可以慢慢去做了。但是我怕是你 try 完了4个，你发现你还不喜欢，可是你把那12个月储备金烧完了，怎么办？那就回去打工啊。是咯，然后你再重新走回同一个循环哦，所以你永远就在那个循环，你走不出来呀。可是我如果不去 try， 我就不知道。对咯。所以你不去 try， 你就不知道吗？所以你就永远在这个循环哦。until 我找到我的那个 destiny。可是怎么样时候你才觉得你找到你的 destiny？ 就一直 try 咯，就一直 try 咯。应该会哦，我应该是这样哦。这样你这个理念就是今天我要找到我对的那个另外一半，老公能结婚的。你一定有一个目标，什么样的人才能结婚吗？等你才会去找相关联的人成为你的男朋友，你才看说哦，这个适不适合结婚，不适合我 text 吗？如果你讲我没有一个老公的画像的，这个东西是空的。你讲哦，有机会了，4个人追我，好，我选一个 try， 这个不行 T。再来，不一样，你不能拿这个跟感情。你看东西是一样的，不一样。你看啊，等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你这样子讲出去，别人会以为我是渣女。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老公是长远一辈子的吗？你的事业是不是长远一辈子的？是。这样就一样了咯。不一样，这样就一样的东西了的，不一样。对不起，我们留言让我们的观众留言，你觉得一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我对待感情、对待亲情、对待事业始终如一，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它都得规划的，不一样。好，我们留给观众自己做决定吧。OK， 这一期我们留给观众自己做决定。好，这个就是什么理性的人和感性的人做的 podcast。到最后我总结还是总结了一句话啦，规划非常重要，大家 OK， 尤其是年轻人真的不要随便冲动，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被太多 IG 上面的一些东西去给影响你们自己啊，不管那些人讲的是好是坏，我觉得你们听了自己真的是要过滤一轮啊。很多人send给我，叫我去 comment 那个要把公司做到世界500强的，有人喷他，也有人支撑他，我觉得就是大家你们看看就好了，真的，不管是喷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真的你们看看就好，然后你们真的是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被这种东西带偏嘛，毕竟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是你也不知道。好 ，right？ 你讲的话我认可80%。冲动那句话我不认可。OK，anyway，OK，因为我觉得适当的冲动也是很重要的，你要勇敢踏出那一步。其实我也蛮冲动的，因为我踏上了我的这个规划也是蛮冲动的一个决定。原来就是你冲动，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吗？你没有冲动，可是是在规划里面的冲动，这个冲动是被规划好的。OK， 好呀，就这样子咯。OK， 我希望对今天听了我们这一集的年轻人，希望对你有帮助，希望我们的我的输出吧，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真的留言下给我们知道，然后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裸辞创业。很重要，然后要有足够的储备基金。我也不是鼓励你们随便裸辞创业，大家不要误会我。因为看到太多了吧，是不是？是，很重要了 ，right？ 那今天这期就聊到这里。OK，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了订阅、按赞以及分享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然后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这一期怎么样，你们是哪一种人。是的，以及要感谢我们的干爹，记住啊 ，Spark Coffee 啦。我们今天其实录制了非常多期这个制作节，然后非常感谢 Spark Coffee 啦。你看我到现在我还精神满满的，来敲个杯 ，Right，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